珊珊能够顺利上学，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哎呀，没得啥子，那些都是小事。那个，你们觉得辣不辣？还好，还好都重庆人的嘛。哎呀，周老板，娟儿姐一片心意。我们两个的心意，收起来。啷个好意思嘛，二娟姐。周老板，我们都认识那么多年了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客气啦？啷个多年？我们不是刚认识吗？嗨，来，那你们两个好事好久办呢？我肯定随一个大礼。我们就那段时间嘛，快乐。哎，都是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很快。快吃快吃。我们要不看电影呗？只要你有时间。想看啥电影啊？我都行。都行，行吧。这什么啊？口男女，什么意思啊？既然要告别，我们就体面的告别，也拖泥带水的。拜拜，再见。这个硬盘我会去处理掉的。明天我会把硬盘还给周水，周水和大吉的瓜，我们算是正式吃完了。明天我也会去找戴总辞职。再见了，苏子浩。再见，佟乐怡。戴总，干嘛不下班啊？这个你帮我签了吧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老周，啊！豪来啦！哎，子豪，先坐一下啊，我练红油呢。是不是三三上学的事情你遇到什么困难？啊，没有，三的事很顺利。很顺利啊。对，很顺利，很顺利。谢谢啊。那，你帮我那么大一个忙，我意思的一定给到。不是，你现在脑子里想都是什么俗事儿啊？以前那个你到哪儿去了呀？什么以前？好久以前吗？16岁他发光秘密了。为什么想辞职啊？打算跳槽？我没想跳槽，我就是工作太累了。你想躺平啊？那你为什么来公司上班呢？你早都可以躺平了。你猜我为什么来公司上班？你还记得？我也跟你说过，
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你了不？其实这句话不准确，准确的来说，我是认识很久以前的你。咋这意思嘛？你和戴大奇的故事，我都知道。你和周水的故事，从头到尾我都知道。谢谢你，替我踩过了所有的坑。我记住了，珍爱生命，远离爱情。但是你看的那些视频，不是我们的全部。我们中间是分开了，不过那不是结尾。之后我们又和好了，我们在一起整整10年。你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？那你想不想知道我们最后是怎么结束的？嗯。几个月后，我跟周水登上了去拍摄剧组的飞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静书那天也走了。前往海口的旅客，请迅速前往2号登机口登机。前往海口的旅客，请迅速前往2号登机口登机。前往纽约的旅客，请迅速前往13号登机口登机。前往纽约的旅客，请迅速前往13号登机口。静书她没有打掉这个孩子，未来，她凭着肚子里的孩子，走向了另一段不同的人生。而那时的我还不知道。我和周水这次离开北京，不会再一起回来了。哇，好热啊！哎呦，你好。啊，周导是吧？对，啊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咱们系的制片主任，我叫陈彪，叫我彪哥就行了啊。彪哥欢迎来海南啊。哎，那这位是？啊，我也是这部戏的导演，我叫戴大吉。啊，啊，2个导演？对啊。对，我跟戴导会联合指导这部戏。满哥没跟你说吗？先上车吧，先上车吧。这2天呢，几个主要场景我都已经看过了，也做出了相应的方案。你看一下这个是宿舍的实景图，它整体啊就是太过于老旧了，而且很脏乱简陋，空间还很狭窄，到时候各位老师啊在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不方便。但是你再看一下这才是我理想当中宿舍的样子。你看这个气氛感，还有它这个平面图，都很方便操作。我觉得宿舍是我们的主要场景，我建议搭一个宿舍。搭景啊，肯定搭景，反正就跟我们之前开会那样说的。但到时候这个小直，你把那个美术的量。哎，超姐，超姐好，超姐好。来坐。我刚才听谁说要搭景？周导，他刚才说这个宿舍是我们的主要场景之一，所以他想要搭一个宿舍。哦，是我。预算多少？大概80万吧。我们用实景拍摄好不好？不要浪费这个预算。
好啊，超姐我们正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实景，它比较狭窄，然后光线又很暗，拍出来肯定会挺难看的。Excuse me， 是你有经验还是我有经验？我觉得搭这个景没有必要。不是超姐，这不是经验不经验的问题。您之前跟我们说了，这场戏您要浪漫，要有氛围。但如果那你告第一我们诉我，如果花了这个预算搭景，那么票房是否能增加1个亿？1个亿，这谁能保证啊？对啊。那如果你花了这80万，但是票房又赚不回来，你负责吗？好了，就这么定，我们用实景拍摄 ，deal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超姐，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想法。来，小志，来把花拿给超姐看。超姐，这是我们找的那个校园的景。其实我跟小石早就商量好了，其实还是。是，你看这管很透，很不错，对吧？摄影师这个可以在这儿。对，而且白天阳光也是。你想的就太前面这个景省下来的那个预算，我可以把这边再弄得漂亮一点。让我看看，就是这一张，这也是我们算的。走吧。而且超姐，我跟小志也商量过了，咱们的预算没有其他的大问题，主要它是很方正，有点欧式的那种感觉。最重要是它对面的马路非常的宽，完全保证我们拍摄。就是。再往前。然后这还有，来这儿。哎，那个不知道你们是2个人来的啊，我就开了一个单人床，但是这个床单和被罩全都是新的，等人齐了哈，再给你们加一张床。是，这有1米吗？这床？这个标准的1.5米乘1米。这1.5米是？对啊，这环境还可以吧？你们年轻人做导演嘛，重在适应，要向超姐多学习，多学习。行。他住哪个房间？我一会儿找他学习去。超姐在市里希尔顿住了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俩也挺劳顿的，休息休息吧。啊，来，我先过去一下。来，给我让一下，来，箱子往后。哎呀，好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剧本，他已经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了。不是就这条件，他还想怎么样啊？住的是差了点儿，但是咱们多差的没有住过，对吧？我不是说住的差算什么？搭景的钱，他搭景的钱都不给我们，怎么拍啊？哎，之前咱们在深度的时候，100块啊，100块的片子我们都拍了，我们什么不能拍？你倒什么都能忍。我们是导演，一旦开机了，拍上了，就都是我们说了算了，对吧？我忍。好了，不生气了。周水啊，导演，那个超姐给你安排了个执行导演啊，他挺有名望的，你注意点态度啊。哎，冯导，这是咱们导演周水，这是冯导，你们认识一下啊。这个呢是我做的分镜，你可以直接按照这个拍。我们现在正在画分镜呢。你不用再画了，周姐说了，直接按照我这个来。不是，什么叫直接按照您这个来啊？我剧本已经没有再提意见了，现在分镜也不让我参与。我是一个导演，能不能让我有点自己的想法？请问周导，您都拍过什么电影啊？您什么都没拍过，就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能力，只是因为你运气不错。运气不错呢，就得学会听话。来，继续看分镜。就按我这个来，你们看。
走他妈我导演他导演啊！我凭什么被一个执行导演架空啊？你得搞清楚一点，执行导演是超姐的人，这个电影缺了超姐开不了机，缺了你们是可以开的。你想跟他站在对立面，我很难办。是我站在他的对立面，还是他站在我的对立面啊？马哥，你他妈搞清楚情况行不行啊？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周水。等电影上映的时候，大家只会关注导演这栏是谁的名字，谁会关心他怎么拍的，拍的爽不爽啊？所以你的意思是我的尊严不重要是吗？重要的是导演的那人的名字是不是你？听歌话，先熬过去，等电影上映了，你要的尊重都会有的。不是超姐，超姐，那个打人的事情确实是周水他不对，但是那个执行导演也有问题，对吧？这个周水无论怎么说，他也是一个组的导演。大吉，我之前带你做剧本的时候，我觉得咱俩特别合得来，但是我跟这个周水吧，是完全没法一起相处的。哎，你是一个这么聪明、这么有才华的女生，你看上他什么了？你非得跟他一起搭档？超姐，周水他真的很有才华，他现在只是年轻，脾气冲了一点，他肯定会改的。你说咱们现在还没开机呢，这执行导演啊、制片组啊都开始闹罢工了，这以后大家怎么一起工作啊？是超姐，我替他跟您说个对不起。那个超姐，我保证不可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。不出现这种情况，只有一个可能性，他离开，你留下，你单独来当这个导演，你 OK 吗？喂，啊，对，第5场，因为这场是男主的一个幻想的部分，因为我希望把摄影机架在丝菜上面，我们去做一个360度的环绕，移到一个景别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场景，再换一个场景。我就希望能够做到一个魔幻和现实的结合，但这场戏我……周水，你先别说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。360度环绕，每一次切换一个景别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没有用？导演不就做这些吗？不是，周水，没有用。哦，对了，你第24场改的怎么样？剧情改了吗？先不说这个。周水，对你这么我超姐到！一会儿无论超姐说什么，你都先不要激动，我们两个一起想办法好吗？超姐好，你答应？这个戏的剧本呢，其实一直都有很多问题，改了这么多次，我始终不太满意。不过为了保开机时间呢，我们只能暂时用来筹备。但是现在我收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剧本，来给大家发一下。这个剧本呢是之前跟我合作过的一个天才编剧写的。哇，写的太好了！我真的只看了3场戏，我自己都哭到停不下来。总之啊，比之前那个剧本好太多了。我决定，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剧本来开机，大家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很好。那么开机时间不变，戴导，你带领大家过一下新剧本，然后出一个新的计划。我们。周导，你有问题吗？超姐，你为什么换剧本？你有什么资格换我的剧本？这么差的剧本为什么不能换？而且我跟资方已经 confirm 过了，他们同意换的。要不我靠你个头啊！你已经换了我的主创班底，换了我的台词，你现在还要换我的剧本是吗？什么意思啊，周姐？不是，我是导演啊！你如果换了我所有的东西，你让我来做什么？我是一个导演，
我要拍我想拍的东西，我要拍的是一个值得爱的剧本，不是一个叫什么青春结束的那天。我不拍我不想拍的东西。周水，所以说周导，如果要换剧本的话，你就要退出了是吗？是的。不是，超姐，我不拍。闭嘴。那个超姐是这样的，因为换剧本这个事情比较临时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去考虑一下，对不对？OK， 可以让周导好好想一想，但是现在不要耽误大家工作，好吗？好。明天我们坐下来再聊聊。好。剧本大家抓紧时间围读一下啊。戴导，你不要留下来带领大家工作吗？周水，去哪儿啊？随便逛逛。周水，你看，我们都走到学校了，进去看看吧。算了吧。我想去。啊，真好啊！青春洋溢哈，有点格格不入了。但是学校都没怎么变，你看那栋楼，比以前老一点。你看那个雕像，还是大学好。哎，周璇，你看那个台阶，有没有让你想到点什么？啊，就是这儿嘛，就是这儿。这个台阶，我站那个上面那块儿，对，最中间，最中间。然后旁边那个人壮壮，还有那4大金刚，我就记得当天特别热，我们所有人站得特别笔直，然后大家等着说理想。我跟你说，画面第一幕就得是这样，仰拍，你呢在画面的正中央，然后逆光有一个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时候给你门牙一个特写，然后画面一切，我在那儿，你在那儿拿着水枪。升格，然后头发飘逸，你那天特别帅，特别像金城武。其实你那天像张曼玉了，啪一切，全身湿透，但是狂笑不止，然后镜头哗甩给你，我也是，你也全身淋湿，狂笑不止。折射下有一道彩虹，推给我们的笑脸，然后我们一起看向彩虹，最后定在彩虹上，定格。那就相遇那场戏怎么办？特写，榔头起，哎，想一块了，往上摇，同学们惊恐的表情，特写，转身一个门，然后我上去，当就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当就是一脚，切我们俩，55，一个敷着面膜，一个拿着榔头，Chuck Berry，音乐起。来了，你好傻！哎呀，你们俩谁呀？这是男生宿舍，是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走错了，赶紧走。好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阿姨换人了，快点！哎，对不起，我的天哪！人换了，脾气没换。他们怎么能每一任宿管阿姨都这么凶啊？你有没有觉得，就是我们在聊自己故事的时候？爱情好像回来了一点，这才应该是我们应该拍的电影啊！对啊，这才应该是我们的电影。那现在剧本换了，主创换了。就连咱们电影名字都改了，我也不想跟他们吵架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对不起啊，自己搞砸了。周水，其实我之前我非要过来拍这个电影，我是为了把我们的爱情找回来。所以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无论超姐说了你什么，我都让你忍。我总觉得，只要忍下来了，开机了，我们是导演，那就由我们说了算了。可是现在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剧本换了，名字换了，已经不是我们的故事了，也不是我们的电影了。如果你不想拍了，那咱就不拍了。我跟你一起走。搞砸的是我一个人，超姐又没让你走，留下来接着拍呗。你看你怎么又忘了？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讲义气。你不负我，我不负你，所以要拍我们就一起拍，不拍我们就一起走。不拍了，我们可就什么都没了。大不了回去拍广告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我们就算我们杀回广告圈，我们也是广告圈排名第1的狗男女。从头再来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周水。行，那既然咱们已经商量好了，我约他明天聊一聊。来，咔！老师不好意思，麻烦让一下，您穿帮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谢谢。拍什么呢，同学？短片啊？对啊，我们在拍自己的短片，然后把它投到北京去，参加这一届的剧本大赛。年少有为啊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我不是老师，我也是影视学院的，算你们师哥吧。师哥？那你现在也在拍电影吗？导演，这边准备好了。行，那来。进来。周导、戴导，昨天的事情考虑好了没有？如果说不拍我们的剧本，那这个电影我们就不拍了，署名我们也不要了。周导能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走之前会把工作都交接好，不会耽误你们开机。赞呢，这就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，不妥协，不低头，不畏强权，手拉手一起往前走。我真的对你们两个刮目相看哎！来，坐，不用了，来坐嘛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最近我真的太忙了，我忘了问你们两个，哎，你们的导演费结清了吗？这个没有。对，阿彪怎么干活的？不过你们放心啊。导演费一定会帮你们结清，而且啊，你们的署名我也会全力帮你们保证。哎呀，说实在的，之前其实那个剧本啊写的还是很不错的，有情怀有表达，就是太艺术了，的确不是我的风格。不过这样吧，我可以帮你们推荐给其他的电影公司，到时候呢把剧本发给他们。怎么样，买机票了吗？
我给你们订商务舱。没事儿没事儿，超姐，这个订机票的钱我们还是有的。不可以，这个得我来定，让我表达对你们两个的 love。 love， 我们吗？因为你们两个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啊，他们让我改剧本，我打死都不肯改，最后我就不干了。结果啊，那个制作人还到处放话要封杀我，搞得我好几年都接不到活儿。不是超姐，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走了，您之后会封杀我们吗？怎么会呢？哎，我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我跟你们是一伙儿的。哎，你们两个回去打算干什么？继续拍广告吧。拍什么广告？你现在是一个电影导演。谢谢超姐，那我们现在先走了吧，我们还没收拾行李呢。哎，别那么着急啊，你们两个再坐一会儿，我给你们冲咖啡喝。不用了，超姐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的咖啡很好喝的。来，坐下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呀，第一次喝咖啡，已经都18岁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跟我的老公才刚刚从乡下来到大城市，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喝一杯真正的咖啡。你猜怎么着？太苦了。他说啊，比我们老家那个仙草还要难喝10000倍。来，周导，其实啊，我从第一次见你，我就觉得你真的很像我老公。啊？戴导，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周导是不是你心里最有才华的导演？反正我觉得我老公是，他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只有20出头，啊，差一点就得大奖了。我们一个是导演，一个是编剧，可是那个时候电影界的金童玉女哦。超姐，有没有什么工作需要我们对接？不要聊工作，你跟我老公一样，心里只有工作，他心里只有电影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。最后啊，电影也拍不完，辞职了。那年我记得他是30岁。哎，周导，你今年是不是也是30岁？See, it's destiny. Anyway, 那部电影啊，后来是我帮他拍完的。其实我只拍了10场戏，不过不重要。到了年底的时候，我就得了我人生的第1个大奖，那个就是我事业的开始。那你老公呢？他，我上次见到他应该是2、3年前，我带几个朋友去逛夜市，我发现他在夜市里开了一家卖烧仙草的小铺，还挺多人排队的。你知道吗？他卖的那种烧仙草，很复杂、很琐碎的，就是要把这个仙草切成很小很小那种颗粒，然后和那些辅料啊、糖浆啊、冰沙呀混在一起才能卖给大家。他竟然只有1个人，没有帮手，还是那么固执。不过他的人生已经完全和电影没有关系。他正在卖他这辈子最讨厌喝的烧仙草。不过我没有走过去，我请朋友帮我买了一杯。我喝了一口就哭了。我想，这个真的是青春的味道。哎，你们尝一下这个咖啡，这个很好的埃塞俄比亚红标小批量的桂虾，尝尝看嘛。记住这个味道，它不是青春的味道，是成熟的味道，成功的味道。走吧，周水。
超姐，我要拍，不能放弃。秋水，你想好了吗？你确定要拍了是吗？一起拍。他干的是人生吗？这不比劈腿还过分？你怎么不当场锤死他？我当时跟你现在的想法一样。我怎么觉得你没做错呀？一开始说不结婚了去拍的人是他，说不拍就不拍的人也是他，这一切明明都是他自己作的呀。他不是作，他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我们能在一起。他因为我的一个执念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广告也推了，公司也停了，房不买了，婚不结了，他没有退路了。以前我觉得有房了，有钱了，结婚了，成家了就算在一起，但其实不是。婚能离，家会散，房子会烂尾，钱会赔，但爱情不会。爱情是不能被物化的东西。更何况，当导演是他的理想，他等了10年了，他就差最后一步了。所以在那一刻，放弃这2个字是很难说出口的。其实错的人是我，而且从很早开始我就错了。即便没有那个电影，我也不是当初他爱上的那个人。来吧，按规矩办。请收紧你的妥协，设理想世界，再靠近一些，就算那天来的慢点孤单些。一个人的破铜烂铁，也要铸成自己的宝剑。敢轻蔑，敢热血，敢去写英雄故事的情节。勇敢的人先说再见，值得的爱总是抱歉。曾经我们带来暴天对抗世界，好时候却原来我们渺小的可怜。勇敢的人说了再见，值得的爱依然亏欠。如果当初多
些胆怯，没有冒险，我们也有各自的疲倦，我怀念。醉了吗？没醉，你呢？没感觉。真的。假酒。不可能是假的呢，我跑了好几家才买到的。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喝了太多次。也该与你来缺少机会，有一结局的缺，值得写，那是我们爱过的章节。勇敢的人先说再见，我走了啊。值得的爱总是抱歉，曾经我们大大宝典对抗世界，后知后觉原来我们渺小的可怜。勇敢的人说了再见，值得的爱依然亏欠，如果绕出多些胆怯，没有冒险，我们也有各自的疲倦，莫怀念。大导演，大导演，明天开机式，麻烦您在场地板上签个名。签到就行，大导演。寻找春日最佳机位，现在出发！用一字肩锁定视线焦点，记得要选浅春色，融入浪漫春光里。回到街头，打卡新的时髦局，买衣服我选唯品会，不合适的免费上门换。上唯品会搜值得大牌衣服，单着买哦。值得吗？从一无所有走到一无所有，值得吗？在每一个路口都回了回头，值得吗？发誓要成为大海，不至于河流，值得吗？那一夜的酒看完只用了一口，敢不敢一无所有的时候不皱眉头？敢不敢决定了出发就握紧我的手？敢不敢冬天再冰冷我们在冰面感受？敢不敢在现实和爱情间拨个出口？直到走散了才发现，错把那天当成永远。岁月变迁，少年再见，还好遇见从未胆怯。也许那天就是永远，好因时间弄丢从前。
像是远